2019年，北京森林公安分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告诉他们去将一只被北京老大爷家养了7年的乌龟带回警局。工作人员本来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匆匆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乌龟竟然是一只罕见的苏卡达陆龟，原产地在非洲，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珍贵。这就奇怪了，苏卡达陆龟是怎样辗转2大洲，最终来到大爷家中呢？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2012年，孙大爷在林中看到了一只外壳别致的小乌龟，没有多想就把它带回了家中。后来，小乌龟却长得越来越大，到最后竟然到了2个人才能抬起来的地步。这只乌龟的个头和外壳都与孙大爷印象中的普通品种不同，他便上网查询了相关的资料。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才了解到，这居然是在上世纪末期就被认定为世界濒危物种的苏卡达陆龟。苏卡达陆龟的栖息地主要是在埃塞俄比亚、苏丹等非洲国家附近。至于呈现出棕褐色、拥有众多凸起的龟壳，也是因为它们常常出入沙漠地区才逐渐形成的。它们棕褐色的外壳能够在反射光线上发挥作用，凹凸不平的壳体也能让日晒与高温的效果减弱。可是，随着人类活动增加，当地不合理的发展措施让周遭环境的荒漠化加剧了，从而打破了苏卡达陆龟的生存平衡。直至1996年，它才被纳入了世界自然保护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大爷捡到野乌龟7年后才发现异常。孙大爷捡到小乌龟之后，其实是想给它喂食肉制品，但谁知道乌龟竟然犯起了倔脾气，对孙大爷和食物根本不理睬。后来还是孙大爷把食物换成了蔬菜，才引起了他的兴趣，并且他不仅吃青菜，众多其他的蔬菜品种也能成为他们钟爱的食物选择。这种独特的饮食爱好其实是他们长期进化的结果。毕竟撒哈拉沙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本身能存活的生物就极为稀少，所以为了能延续下去，苏卡达陆龟也就成为了素食主义者，主要食用沙漠附近的仙人掌、莴苣等植物。从食物选择来看，苏卡达陆龟算得上是好养活的物种了。但为什么说孙大爷把乌龟养成算是奇迹呢？众所周知，物种的适应性再强，也难逃水土不服的影响。就以苏卡达陆龟来说，它们对周遭的环境温度是比较敏感的。由于它们长期生活在炎热干燥的地方，所以为了保持体内水分，就养成了挖洞的好习惯。这同样也能让其躲避沙漠地区惊人的昼夜温差。而北京作为我国较北的城市，夏天的最高温度甚至能达到40度左右，冬天的温度则能低至零下10几度。2021年时，甚至出现了近50多年来最低的零下19.5度。虽然从高低差来看，苏卡达陆龟面临的温度挑战变简单了，然而在城市之中可没有地方给它挖洞来调整身体体温。简而言之，在城市中饲养它，一点照顾不周就可能养死。孙大爷遛弯捡到乌龟，7年后2人都抬不动，最终选择上交公安。苏卡达陆龟曾因为人为的原因濒临灭绝，如今却也在人们重视下有了更光明的种群未来。根据动物多样性网站 Animal Diversity Web 的报道，苏卡达陆龟在1996年就已经被列为了易危等级，2020年正式被列为了濒危等级。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栖息地在不断的减少。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生活着众多不同的人类种族，其中某些发展较为落后的游牧部落就会猎食苏卡达陆龟。另外，他们在养殖家畜时也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过度放牧就造成了植被的难以生长，而苏卡达陆龟也因此难以获取维持生存的食物了。除了游牧民族外，其实像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城市的城市化发展也阻碍了苏卡达陆龟的种群繁衍。这不仅体现在城市房屋对其生存环境的占据，也体现在城市排污、过度开垦导致的荒漠化对其形成的影响。通常而言，一只苏卡达陆龟从幼年走向成年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但如此漫长的成长期却足够人类灭杀多代的成年苏卡达陆龟了。所以，如今的苏卡达陆龟种群数量才会如此濒危，难以涵养。
但好在苏卡达陆龟如今虽然处于濒危等级，但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地区的重视。根据数据显示，非洲埃及基萨动物园一直从事着苏卡达陆龟的饲养工作，甚至截至2020年，全世界记载的体型最大的苏卡达陆龟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重量甚至达到了105公斤。除了非洲当地的动物园没有放弃涵养苏卡达陆龟种群数量之外，我国也在这个过程中伸出了援助之手。2022年年末，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就通过相关公众号发布了展区内迎来新生苏卡达陆龟宝宝的消息。总而言之，虽然2018年时根据科学统计法调查出的苏卡达陆龟的种群密度依然是全世界陆龟中最低的，但在其环境适应性强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提高重视程度，改善对它们的养殖环境，也能够让苏卡达陆龟拥有可观的发展未来。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